毕业证书就毕业证书有什么好证件性质的？你那个徐府，你拿一张毕业证书给我，我会去正大查你这是什么性质吗？第二个，更好笑，要查他的入学资格。哇，你想想看啊、徐府，我今天要查你正大新闻系有没有毕业，我会去查说徐府当年联考考几分嘛？抓小偷才会去问修业年限，为什么？因为考选部发现说你蔡军啊，在英国明明就只待2年，你待2年啊，你1980年去1982年11月10号你就 withdraw from course， 因为 financial difficulties， 我左算右算左掐右掐都不可能2年，你怎么拿博士呢？还有那个查骗子的感觉，对不对？没错，他就在查骗子。观众晚安，我是徐福，欢迎收看《论文门开箱》。我必须要讲，从上礼拜，应该是我们上礼拜的论文门节目，在前1、2天，这个核爆性的证据爆出来之后，也就是蔡总统他在政大，他这个要来当教授，他自己亲笔写下他的论文题目，跟现在所谓在国图里面的这个论文题目完全不同，这个引发了很大的讨论。整整1个多礼拜，论文门。包括原本就在关注论文们的人以外，还有好多社会各界的人士，又重新把目光聚焦在上面了。想说这个到底还能够怎么凹呢？还能够怎么来解释？当然，总统府还是有出现了他的解释。等一下稍后我们都要来请彭批这个论文们的权威来好好帮我们来解析一下。首先，我们先欢迎彭批。徐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好，这个彭批，我们当然知道论文们这1周。我的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刚刚的同事，还说：“对，最近为什么大家又讨论论文们讨论得很热烈？”然后我大概稍稍简短的跟他讲一下发生什么事。那他原本是不关注，他也说：“很奇怪，有这种状况吗？有这种例子发生吗？”大家也觉得不可思议。等一下我们都会好好一讨论。不过一开始我要先卖一个关子，我还是要来聊一聊一点点的时事哦。我先请彭批有没有看过这个？你知道我们那个 BNT 疫苗？昨天早上7点钟就这个飞机落地嘛。那当然我看到陈时中部长呢，包括台积电、包括永龄基金会、包括慈济，都有派代表到现场，然后拿着这个 Thank you 在接机。结果一下来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个出来的整个 BNT 的疫苗外面本来有一层布，那当然也没什么了不起，然后那个就是所谓的复必泰嘛。之前民进党政府最讨厌的，就很神奇哦。上机之前这个布还在，就下来之后不见了。现在变朝野两党为了这个复必泰这3个字，谁把它撕下来的？为什么要撕？两边论战的不可，这个真的是不罢休啦。但是我就讲说，复必泰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佛地魔的名字？就是说到台湾之后看都不能看到，因为我们政府不是都已经接受说这个里面就是德国原装的疫苗，那到底？为什么还要特别派人去把这个布撕下来呢？我觉得也不要撕下来了吧，就改3个字吧，就把那个复必泰3个字改成陈时中，这样不是更好吗？对不对？要不然就画一个大笨钟，做一个新的贴纸把它贴上去，把它盖掉就好啦。就把英国人的大笨钟画一个图像把它贴上去，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那看起来这个检标运动敢做不敢当嘛？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就奇气小灾，你干嘛做这种小动作？你真是无聊。人家代理都不可以，人家爱谁惹谁了。这明明就是德国跟美国合作的，那只不过是代理权在中国的手上，那不然要怎样？对不对？那你照这样讲，就你把你所有的内衣裤都检标算了吧？是无聊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无聊，而且气度太小。对。而且这件事情，其实我后来看一看，跟论文们也蛮像的点在哪里？因为这个大家等大家公诸于世的时候，发现这个布不见了，然后大家就开始问说谁把布拿掉了？一开始没人承认，后来台积跳出来说是我啦，然后接着鸿海永龄基金会又出来说是我啦，但是呢，结果媒体就有拍到，不是啊，是一个神秘男子偷偷的潜入了机舱内货舱里面，然后再把那个舱门关上5分钟。之后，然后出来，然后这个整个疫苗才下来。然后呢，知情人士就说，因为长官不想要看到复必泰这3个字，这个奇咯。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找不到，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台北关务署说，移除字条已逝，海关不得而知，亦无从处分。这个神秘男子是谁？海关说我没看到啊，不知道，所以不处分了。
这也是真的87分像大家觉得说那没关系，到底是谁下令的，就讲清楚就好，为什么你还要找这个民间团体来事后追认的感觉？这件事情在野党的委员，其实执政党也应该一定要追究，为什么？这是非常大的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非常大的飞航安全的问题啊！今天海关竟然不知道说有一个人混进这个货舱去，然后做了一件事情以后跑走了，海关说我不知道。我请问你，如果这是要出发的飞机，有一个人跑进去放了个炸弹怎么办？如果有人进去运毒走私，然后在还没进海关之前，有人进去先把货拿走怎么办？这是开玩笑的吗？我们的海关吃素吃成这样子，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一个没有进海关的这个之前，竟然有人可以潜入飞机的货舱5分钟，然后让某一些东西消失。那如果他进去偷东西怎么办？他进去放毒品怎么办？海关竟然置若罔闻，这可以这样子吗？所以我说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太多的无所谓。论文门的过程当中，这么多的政府机关上下其手篡改公文，然后伪造文书，生出新的公文，穿越时空的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大家都觉得无所谓。那当然可以改啊，对不对？你干脆把复必泰改成民进党算了。所以我说今天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安漏洞啊，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漏洞、飞安漏洞，竟然可以在海关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潜入货机的货舱内去搬东西，去制造这个消失一些东西，这还得了？这怎么会是小事呢？是这个刚刚这个彭皮已经讲到说，你不要觉得好像货舱有人进去一下出来没关系，可能是个工作人员是小事情，不是，它是整个货机到了，你还没进海关，海关还没检验，怎么可以有人在没有程序之下就跑进去了呢？好，这当然了，大家会讲的说，是因为看到复必泰就很尴尬，因为国民党当然也逮到机会做了很多很多的梗图啦，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过去，包括王定宇说复必泰就是上海复星跟德国 BNT 共同生产的疫苗，郑云鹏也讲说这个放行上海复星的 BNT， 那中国医药药材就很快低价长驱直入台湾，还有蔡培慧也在讲说这个就是中国代工的啦，怎么焦糖哥哥就不用讲了哦，还有陈时中自己也曾经讲说复必泰就是在中国代工的啊，还有林以梦也在讲说这个上海复必泰就是德智辉瑞，不是蠢就是坏。说这样的说法不是蠢就是坏，太多太多诸如此类的。我知道，但可能会不会是说，当复必泰这个字样出现在机场，然后各家媒体在拍的时候，因为这些人脸上就被打耳光了嘛，就知道过去拖了这一整年1年多，有人不高兴啊，然后有人不太喜欢我们拿货啦，然后说这个疫苗有问题啊，其实说穿了就是政治操作。我觉得他们是担心那个后坐力，所以才把复必泰拿掉吧。连一个标签都要偷偷摸摸去拆，你想想看，蔡同学的论文门，他们不动手脚吗？想也知道嘛，连一个这种顶多就是面子问题的东西，都要这样子罔顾法令，然后跟小偷一样的行为，而且在还没有进海关之前，竟然有人可以进入货机的货舱。请问你，如果他拿走的是毒品，那不就闯关成功了吗？或者拿走的是一些重要的这个某些武器或者禁运的东西，那不就是地勤人员直接就绕过海关，就这样偷渡走私了吗？这怎么可以当小事呢？而且连这种事情都要造假，所以我们在节目这1年多来说，蔡同学的论文利用这个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调到考试院去当秘书长啊，利用这些周边的人，包括万国法律事务所的这个所长合伙人去当这个国安局的国安会议的秘书长，这种种的布局，已经不知道把多少东西呢都已经搬运光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对，而且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到整个今天节目的主题跟核心了。当然这一个礼拜，这个我看到彭皮在政经关不了，还包括有上比特王等等，都有很多很多有关论文们的最新的焦点。那当然看这个论文们开箱的节目，我们来浓缩这一个礼拜的最新的进度。首先我看到的就是这一章，这是林欢强教授先提出来的一个教育部的书函，听说这个也是
这算古迹啊！1987年9月3号，我可不可以请一下彭斌先帮我们说，如果还不知道还是说还不了解的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这个教育部的书函上面我看到有蔡英文君这个蔡总统的名字，这个书函是怎么回事？好，这件事情是这样啊，在这个教育部书函的这个说明中讲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教育部会有这封信呢？因为它根据考选部民国76年8月29号的一个公文办理。很遗憾的是说，这些公文啊，当年我们在追论文门的时候，这整个犯罪集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选择性的揭露。贺德芬老师也这样被耍了很多，就是你要的东西可以来，我给你一张，然后有些东西我不给你，因为他的这个公文里面有哪些没有哪些，我们是不知道的。对，所以他运用这个资讯不对称，他选择性的释放东西给你，包括选择性的释放给地方法院检察署跟法院，对蔡英文有利的丢给你，对蔡英文不利的不给你，所以才会变成我们后来去打官司，要行政诉讼，要教育部把所有资料摊开来。即便是如此，在黄伟检察官的这个他用这个很恶劣的手法，把有利于蔡英文的卷证全部放在起诉书，不利于蔡英文的卷证全部藏到不起诉书当中。但是小动作被我们抓包了，不起诉书我们一样，我们作为当事人，我们的律师一样可以调卷。但是他这么做的好处是说，他因为不起诉，所以这些卷证不会进到台北地方法院，也就无法对外公开。结果我们发现，所有对蔡英文不利的东西，这我们可以慢慢来讲，什么叫做不利？对蔡英文不利的文件，他全部给我藏起来。同样的手法发生在国家机器，包括了考试院，还有这个教育部当时的国家档案查询网。我们甚至在1年多前就开始不断的去调这些公文，调到了部分，甚至调到那种公文说，比方说附件有3页，他给你2页，那请问第3页是什么东西？不给你就是不给你。待会儿我们来看有个东西调阅出来还涂黑，那涂黑是什么意思呢？好，我回到这个文件的本身，它是1987年，就是民国76年。我把这个公元西元互相对照，因为在英国伦敦用的是这个1987级，那台76对，所以教育部考选部是民国76年1987年的8月29号，行文到教育部要求什么呢？要求要蔡英文的伦敦政经学院博士资格审查，这个很奇怪啊。1987年考选部行文教育部，那这个函是什么？是教育部行文驻英国的自由中国中心。民国76年1987年，我们驻英国的代表处叫做驻英自由中国中心好，那查什么东西呢？很不可思议哦。要查蔡军就是蔡英文的证件性质。什么叫证件性质呢？毕业证书。你再看它说明的第3页，它的附件是什么？检附蔡军之证件影本1件供参考。这个证件影本1次很奇怪，通常第一个，如果是毕业证书就写毕业证书，怎么写一个证件呢？证件难道是驾照吗？对，好，为什么是证件？我们待会再来讲。因为蔡同学给的那份证件根本不是毕业证书，那个叫做 postgraduate diploma。 如果是我们的老同学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当时在英国的学制很奇怪，它有博士，有 MPhil 就是Master of Philosophy， 有哲学硕士，有 Master of Science， 有这个科学硕士，有 Master of Arts， 有这个艺术硕士，然后还分了很多叫 postgraduate degree、postgraduate diploma， 就是有点像那种台大也有推广教育中心有的是开放给一些零星来选课的人，或者是给一些人呢，他不想要注册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籍的学生，所以他就选择性的去修了一些课程或者学程的课。到头来有一天呢，他突然想要正式注册成为英国伦敦大学学生的时候，这些所谓的通过的学分都可以拿来抵用，所以很复杂，他的学制很复杂。但是我们回到37、8年前，那时候台湾对于英国的学制并没有很了解，就是留学英国拿到博士的人其实不是很多，所以蔡同学就利用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去申请了一个 postgraduate diploma， 叫做行政文凭。这个翻法是谁翻的？
这翻法是台大有一个知名的教授叫做詹火生，曾经担任过中国国民党的社工会主委，他是台大社会系的退休教授。詹火生本人就是去英国的名校拿了一个 postgraduate diploma， 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念到一半，也许没有公费，也许没有钱，也许被当掉，还有很多理由，就等于拿了一个修业证书回到台湾。但是詹火生呢，跟蔡同学不一样，他光明磊落。后来他要进入学术界之后呢，他又回到英国，好像是到威尔斯还到哪里去，又拿了一个博士学位。所以你去查，大家不相信，去 Google 台大社会系詹火生教授，去看他的履历表。他的履历表写了2个东西，一个我忘记是伦敦政经学还是剑桥大学的行政文凭，就是所谓的 postgraduate degree， 后面又写了一个某某大学的博士。那蔡同学拿的就是个 postgraduate degree， 如果今天是一个博士学位，干嘛去查证件的性质啊？你看哦，这封信在查什么？蔡君之他查5个东西，第一个证件性质，毕业证书就毕业证书，有什么好证件性质的？你那个徐府，你拿一张毕业证书给我，我会去政大查你这是什么性质吗？性质就是没见过毕业证书啊，对啊，对啊，没见过那个猪八戒吃过猪肉，没吃过猪肉，看过猪八戒走路啊？你怎么会去查证件性质？第二个更好笑，要查他的入学资格。哇！哦、你想想看啊、徐府，我今天要查你政大新闻系有没有毕业，我会去查说徐府当年联考考几分吗？入学资格，不很好笑吗？有点像那个，还有那个查骗子的感觉，对不对？没错，他就在查骗子，因为他发现这个蔡军啊太奇怪了，这个蔡军所拿出来的证件长得跟别人不一样，盖章上面有一个字是打字，另外左半边是手写的，不骗你，这我再来慢慢爆料，因为今天料太多了。哦，他那个笑话真是闹得太多了哈！再来，要查他这个蔡军的入学资格。第3个要查蔡军的修业年限。奇怪了，我今天问徐府，你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会去管你学几年毕业吗？对啊，万一我这个很厉害，对不对？抓小偷才会去问修业年限，为什么？因为考选部发现说你蔡军啊，在英国明明就只待2年。你待2年啊，你1980年去1982年11月10号你就 withdraw from course， 因为 financial difficulties， 我左算右算左掐右掐都不可能2年，你怎么拿博士呢？所以要问蔡军的修业年限。第4个要问的更好笑，蔡军的主修课程，这不是很奇怪吗？大家都知道英国的博士学位是不用修课的，那你在问主修课程是在问什么呢？这证明什么？蔡军的考选部怀疑蔡军根本拿的不是博士学位嘛，才问他这个你的主修课程。还有第5个更好笑，不但侮辱了蔡军，连蔡军的学校一起侮辱，该校立案情形，意思就是说你是 Wild Chicken University 吗？该校到底有没有立案呢？野鸡大学震惊，被怀疑有没有立案？1987年呢，不是满清末年呢。这个问题出在你这个学生所提供的文件太奇怪，奇怪到让我们怀疑什么学校会提供这样奇怪的东西。在这样的2年的情况之下，你到底念什么？你到底是怎么进去的？你的这个证件到底是什么？被问到这样子，要是我的话，鼻子摸摸，再也不去教书了，这太没面子了。好，1987年是什么日子呢？1987年是台湾解严，不是。1987年是蔡同学，他在政大担任副教授之后的3年，是他1984年8月1号，我现在讲都是民国73年了，因为要对照英国伦敦，所以用西元。1984年的8月1号已经进到政大担任副教授，不信你看嘛，大家看他的那个履历表的聘任期间，这很清楚。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还说，因为1984年的8月1号，1984年的8月1号就已经进到政大去教书了。那你怎么会到了3年后，1987年的9月28号还在填履历表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朱俊章说，那个叫做先聘后审。
笑死人了！什么叫先聘后审？那1984年9月28号，对不起，你已经上课上了1个半月了，万一审查没过怎么办？所以这中间有太多荒唐的事情，难怪当年1987年才会有考选部行文教育部叫教育部行文这个驻外馆，就自由中国中心去查，到底蔡军啊你在搞什么鬼啊？你的证件性质、入学资格、修业年限、主修课程、该校立案情形，给我讲清楚。这就是这个教育部书函的内容。结果果然是不康。你看蔡同学已经皮很久了，这个犯罪集团已经皮很久了。半年前到1年前之间，已经被打脸。他的唯一的一本自传《洋葱扯蛋与小鹰便当》里面的唯一一张图片，在描述他的英国求学的过程。那张照片讲的是姐姐蔡英玲特地到英国伦敦来参加我的博士口试，结果被眼尖的福尔摩斯打脸。你的博士口试不是10月16号吗？你为什么2个都穿大短袖，后面走过的人穿短裤，还有人眼尖一看，看到后面走过的车子明明就是右驾，英国不是左驾吗？我是跨点贵吗？你知道那时候1450多荒唐吗？1450很多人出来护卫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欧盟的这个先行期间，所以呢有很多欧盟其他的国家就会开着他们的右驾的车子进到伦敦，所以在伦敦看到右驾的车子并不奇怪讲出各种各样的那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在替蔡英文圆谎。结果就有网友更进一步去拿到那个照片，我们侠新闻的总编辑亲自还找了我们驻外的特派去那里拍了一张照片，发现说对不起，那个不是伦敦那是波士顿连这样的东西他都要骗。好，那现在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个整个故事呢，就这样子像剥洋葱一样，一页一页的被剥开。你看那个时候出这么大的包，结果这个犯罪集团怎么做呢？不回应，偷偷的把他的电子档的图说改成姐姐蔡英玲与我合影，避开了他的说谎被抓包的事情。那时候网友就在开玩笑说，那请问你在外面已经流通了上万本的书，要怎么回收呢？好，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都没有出来开记者会。对，今天连续在5天之内开了2次。我讲的记者会说包括脸书了包括纸本形式的。第一个是劳动这个总统府发言人礼拜天晚上加班呢，脸书抛出来说为什么1984年9月28号的那个履历表上面的论文题目竟然出现了第6个论文题目。这个论文题目呢是以前大家都没有看过的，叫做 Law of Subsidies Du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s。 张东涵跳出来说是这样子啦，这个题目为什么大家没看过呢？因为这个题目是蔡英文的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这本论文的第2个 part。 蔡英文的论文呢有3个 part， 第1个 part， 第2个 part， 第3个 part。 第2个 part 的题目果然就是 Law of Subsidies Dumping and Market Safeguards。 张东涵还说因为这个第2个 part 有273页，占了365页的大部分，所以就拿这个代表他的论文题目，笑死人了。这论文题目就跟我就说嘛，你去给我找全世界第2本论文，他的论文题目跟他中间的某一个章节是一样的，你给我找第2本出来给我看看。那我就觉得好吧，这个很了不起从这件事情上我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蔡英文说他拿到1.5个博士学位？我终于证实他是讲话真的，他是说真的。因为你看你 Part 2就可以跟你的博士论文一样题目，对不对？所以你的 Part 1跟 Part 3加起来，你就可以拿3个博士对不对？Part 2拿一个 ，Part 1拿一个 ，Part 3拿一个嘛，那3个为什么变1.5个博士学位呢？徐副，你记不记得在1年半前，蔡英文的所谓的博士论文的电子档在网络上第一次被网友发现的时候，他的博士论文作者有2个人，一个是 Michael Elliott，他所谓的指导老师，一个是他，3个学位除以2个人，不是1个人1.5吗？刚好破案吗？是他没有说谎，可是张敦涵很忙因为包括了这个
除了张敦涵以外，考选部跟这个教育部他们也出来回应了，他说没有，这个1987年这个9月3号我们去查是因为当时蔡总统要考公职，那他说这是通例，所有人只要考公职人，我们都会发函去查他学历。我在网络上我就查1987年蔡总统考了什么公职，我当然没查到，这边等一下请教彭批，我只查到1986年在他的维基百科上面说，由于自身的国际贸易专业知识，蔡英文首次投入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工作，但是他写的还是1986年哦。然后这后面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参与台湾对外的经济谈判，成为首席谈判代表，然后出任一系列重要且政策导向的职务，加入了政府。就算在他的维基百科上也是写1986年，所以1987年他到底就如考选部跟教育部所讲，他到底去考了什么公职？彭批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可是从考选部讲的东西，他是说国内外只要参与国家考试的时候，因为这个资格的关系，所以考选部又查了一次蔡英文，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有2个非常大的疑点，考选部没有解释。第一个，蔡英文唯一的一个国家考试是走后门的，是他的律师资格是检核的，是1996年检核的。1996年距离1987年将近10年的时间，所以不可能是1987年去查他的这个证件，为了要1996年的律师检核。那检核是走后门，他是没有参加过国考，所以那你说他去参加什么 WTO 代表，那个全部都是特任官，那更不是经过什么公务人员高考的。所以考选部要站出来讲一下，请问蔡英文在1987年参加了什么国考啊？讲给大家听一下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在怀疑说，他是不是跟当年的李庆安一样啊，跟很多的这个党政要员一样，参加一个东西叫做甲考，甲等考试啊。那时候马英九还拿什么甲考的第1名还是什么东西的啊之类的，那大家就戏称甲考的甲不是甲乙丙丁的甲，是真假的假，就真的是甲考嘛，就是为了要让一些权贵让他扶正，就他没有考试资格，国考考不过的人，把他扶正变成这个就是有这个公务人员身份，所以就办了一个这个东西叫甲考。好，如果是甲考，也请考选部讲清楚。我衍生2个问题，如果蔡英文真的去考甲考，那可见没过咯，因为他没有公务人员身份啊。他在维基百科上也没有讲，他没有取得公务人员身份，可见他没有考过，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考过也没有关系，我也不笑你，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英雄不怕出身低。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请问台湾参加过国考的人，他的学历都会被教育部、考选部还有我们的外管去查他的政见性质、入学资格、修业年限、主修课程、该校立案情形，是这样吗？我不相信。考选部找第2个人去参加国考，被查了这5项东西的，请拿出证据来。我们而且不要忘了，1987年蔡英文已经是教育部已经背书认可发了副教授证的政大副教授，已经具备政大副教授的资格了，表示什么？表示他已经取得副教授的相关基本资料，包括博士学位等等等。那请问你，如果他那时候已经是副教授第3年了，为何还需要向伦敦的英国自由中国中心去查证这个人的修业年限、这个入学的资格、主修课程、学校的内容？那当然不需要啦。好，这就回到林怀强教授脸书上说的，为什么一个人在担任副教授3年之后，还被人家查说你的政见性质到底是什么？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当初用了非法的方式、偷渡的方式、党国的特权，取得了你政大的教职，但是后来被基层的公务人员发现了，去行文，因为看不对啊，你这个不是毕业证书啊，这不是肯德基啊，所以就行文去重新查一遍。林怀强教授的意思是这样，结果考选部又是跑出来打脸，很辛苦，一个星期之内，国家机器动用2批人出来护航。如果考选部你说的是真的，请告诉大家，蔡英文在1987年考了什么国考？第2，
所有参加过国家考试的人都要去外馆查他的证件性质、入学资格、修业年限、主修课程、该校立案情形，以及他的所谓的资格，所谓的博士资格跟他的所有相关的证件，是这样吗？请考选部好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不是只是派了自己的亲信刘建新到考试院去当秘书长，就可以这样子欧龙谁的，因为考选部是隶属于考试院管的。哦，所以这回头去看这个刘建新派任到考试院，对照今天林环强教授把这个文件拿出来，说不定事前他们就可能有料到，那当然防火墙你各个地方都要布一些人嘛。